好，因为日本跟菲律宾他们谈我们台湾的这个附近的渔权所以呢，外交部还说肯定因为好得不得了。就外交部你搞什么鬼啊？这还可以肯定吗？你就是不参与，人家在你家门口谈你家的事情，到底搞什么？我们都驻日代表、驻菲律宾代表都不去抗议那也不把他们代表找来骂一顿结果呢，昨天赖清德参加这个电脑展嘛，被人家问记者问。他不回答，转身离开，所以网友就很生气，说你这个总统遇到这样的问题，这种丧权辱国的事情，总应该讲讲你代表这个国家那另外呢，因为这个重叠我国的经济海域，外交部被骂，他们原来是肯定，被骂以后才说不能影响到我们权益重申已经向日本跟菲律宾确认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权益之前都不知道也不去这个谈到了外交部说，台湾还肯定他。数典忘祖，毫无底线，所以他派的他的军舰来了嘛，海警就海警船来了嘛。那我们的海巡署呢？海巡署现在我们推给外交部，所以就问外交部那我们驻日代表，他真的我没有看到这个名字，我都忘了，我都不知道是谁，是李义阳。李义阳去这个跟这个日台协会的理事长去谈，说不应该排除或损及台湾的权益，早就该讲了，怎么到现在去讲呢？那另外呢，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吊收这个原来是所谓号称自己是绝亲了，然后挺太阳花反马，他呢向马英九道歉，他说呢，连菲律宾都骑到我们头上来了，日本你怕他一下，菲律宾都骑到你头上来所以他说呢，当时这个骂马英九，现在觉得马英九当时为了维护我们的外交主权还是不错的他说呢，这个。他这样讲我要跟马英九再次赔罪，对不起，当时太年轻至少你是对外强硬，对内宽和的。他对内是大家觉得你这个太有温良恭俭让，但对外面是强硬的。钓鱼台的主权问题，这个渔权的问题这个那反观现在的对内比什么都硬，对外比什么都都软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对内有时候要大家就谦和一点嘛，对外面为了主权，有时候必须要强硬就该强硬，而且你软，人家柿子挑软的吃，就吃定你，觉得你就是反正不会，反正现在只要这些人都是反共，跟中国作对就可以了，我们什么都听的，我们只对北京很强硬要主权，要尊严，要对等，为什么？为了选票嘛，只是为了选票。看一下。日本跟菲律宾来谈判经济海域，会给予渔民协助吗？大陆外交部也痛批日菲两国划界谈判是非法行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针对大陆外交部认定日菲谈判范围涵盖我国海域，我方外交部严正驳斥，表示我国领土海域主权不容中方智慧，并愿意与菲律宾和日本进一步共享海洋资源。台日菲的经济海域本来就是高度重叠，所谓的经济海域就从沿海出发200海里的这个范围，大概是370公里的这个范围，都是所谓的经济海域。所以因为日本、台湾、菲律宾其实基本上非常近，所以他们大概都会有重叠的范围。那谈判是这样子，是个别的国家跟个别谈，比如说台湾跟菲律宾也有谈，台湾跟日本也有谈。那今天是菲律宾跟日本自己谈，然后那他们两个谈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无涉第三国，他们两个谈的协议跟我们是没有关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重申，这个新闻的这个炒作其实就是在模糊，大家搞不清楚，原来经济海域不是像领海，领海就是上外是6海里嘛，你的这个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所以经济海域本来就有高度重叠，所以讨论是这个重叠的海域里面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项目等等的。那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就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就跟我们台湾无关嘛，他们谈他们自己的，反而是中国，你为什么要突然跑进来谈这个事情呢？我们的经济领海跟你无关啊，台湾的海域、中华民国的海域跟你没有关系，你到底在画什么修啊？搞
搞不清楚，这个中国就是想要把台湾纳入自己的内海啦，他想要把台湾内海化，把台湾的经济海域也变成中国的这个经济海域，所以他想要来吃台湾的豆腐，所以他的反应才这么大。那中国这几年其实，在各个经济海域里面一直在侵扰大家的渔权，其实每个人都很生气，其实日本也生气，菲律宾也生气，越南也生气，泰国也生气，所以其实中国在这个周边的这个国家里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受欢迎。那大家也是就是敢怒是不敢言啦。那像菲律宾这几年也是强烈的在增强自己的海军实力，他也是希望在某一些他们的渔权受到侵犯的时候，可以打回去，可以让自己的渔权不要受害哦。所以中国其实这种长期在这个相关的经济海域里面欺负各个国家，其实大家都真的是很生气啦。那就我们这一次的谈判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日本跟菲律宾谈的这个项目，其实跟台湾确实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台菲协议、台日协议目前都没有任何的改变。那淑慧，我觉得民进党对民进党确实是像网友说的，对内强硬，对外没反应啊。如果像刚刚伟山说的啊，这是那个日菲之间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干嘛去管人家的闲事？那请问一下，李义阳干嘛去见这个日台协会理事长，告诉他说你要让我们参与？好，要不然也不该损及我们啊！你都说不关我们的事了，李义阳跑去见人家理事长干嘛？没有，那你干嘛特别跟人家讲说你不要排除我们，你不要损及我们的权益？你何必去讲呢？你都觉得人家在谈的事不关我们的事，人家隔壁邻居在讨论人家要结婚的事，你干嘛跑去跟人家讲说，你不要忘了我？你就是觉得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嘛？你刚刚又说了3个国家的经济领域高度重叠，所以我说是个别谈判嘛，你怎么知道？我们有你怎么知道？我们有台非，你怎么知道人家谈的不会影响我们？他们不涉及第三殖国的权益啊。如果3国一起坐下来谈，可以，请说，请有礼貌一点啊，长得漂亮要有礼貌。如果没有损及我们的话，李义阳去表什么态？外交部去表什么态？那不就是脱裤子放屁吗？就是知道会损及我们嘛。外交部第一时间说错话了嘛。肯定日菲和平对话怎么样？在我们家门口分海，然后我们才去肯定。后来发现不对劲，才又说，不要排除我们哦。我再说遍分的事情，你看你又来了，你就说不是像分蛋糕一样，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一直都是重叠的。我还是要讲重叠的事情，不会因为切开这个近海就变他的，不是我的。先跟你们的外交部沟通一致的原则，如果不关我们的事，就叫李义阳说，李义阳不关你的事，你跑去找人家干嘛？外交部不关你的事，你讲话干嘛？就是有关我们的事，就是有戴伟山这种人睁着眼睛说瞎话。来，有明兄，我这方面的专业哈，我也处理过就是相关的议题。我们跟日本的渔业协定也是我去谈出来的。对，这个渔业协定是渔业协定，海洋划界是海洋划界，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那它这一块其实基本上当然是完全重叠了。为什么从1982年到现在，日本、菲律宾不去讨论这个东西？这是等一下我要讲的。它的用意其实不是那么单纯，不是只在做海洋划界，它的用意其实要在这边挑起一个两岸甚至区域的事端。但是就先法律而言，其实这个完全重叠的部分，两个东西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如果真的是台日菲，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菲律宾坐下来谈，或者是我们受到国际仲裁或国际法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叫做沿海岸线比例问题。你知道当初马耳他跟利比亚在那边签的时候，在那边谈的时候，就国际法院画了一个中线，因为日本、菲律宾喜欢中线嘛，因为他们距离远嘛。但是他把那个中线就一直往上推到跟马耳他很近。海岸线比例，我跟你讲，各位，如果真的是照法律来画这个界的话，这个区域大部分是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菲律宾跟日本在边边角角而已。因为我们这个海岸线很长啊，那边只有一个与那国岛跟八重山群岛，巴丹岛距离稍微超级遥远的，所以日本、菲律宾从来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啊，那个专属经济区或专属经济海域里面，它是200海里，它包含水域的渔业的资源，还有那个底土跟海床。可是呢，在往外延伸的部分叫做大陆礁层，整个那个底层叫大陆礁层。我们主张大陆礁层的自然延伸原则。所以呢，其实这个自然延伸，也就是说，在200海里以外也是我们的。如果这个底图跟礁层要依照大陆礁层来画的话，应该底下都是我们的。所以日本跟菲律宾过去不会去碰这个问题，因为吃力不讨好。
而且会碰到复杂的实际掌控。现在的台湾，我们海巡署这边暂定执法线都是我们在做，渔船也都是我们的渔船。然后呢，同时他也知道大陆的海警船有的时候会到这边来，会引起就是中日跟中非。我讲另外一个法律的问题，从大陆的法律或从日本跟大陆、中国大陆之间的邦交关系哈，它就是尊重中国大陆一个中国原则。那其实中国大陆也有从它的法律架构中也有角度可以切入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派了2艘海警船。我们的政府犯了3个问题，第一个，外交部居然说肯定，你在国家的行为上，如果你没有表现出你对于这个态度是你的态度，你会被别的国家认定说你支持这个做法。将来如果他们真的划界，自己划出来了，怎么会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渔船就到这里来，他们的海上保安厅的船就会来护渔，我们就会顶上去，大陆船也会，海警船也会顶上去，就会出现冲突。然后他们说我们跟菲律宾已经达成划界，哦，所以第一个要否认，第二个要就是强调我们这边的权益，第二个。海警就我们的海巡署第一时间要到那边，就像大陆在做的一样。其实全世界有这种海域冲突的国家太多了，标准的作业程序一定是在外交法律跟实际上的这些护渔上要做出来，否则你的国家行为将来可能会被解读为你漠视这样子的行为。第三个，你当然要去强调在这里面渔跟敌土大陆交城其实是不同对待，我们这边权益怎么样？结果呢，通通没有做到。那我最后讲。菲律宾跟日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个事情？他真的突然觉得这边他能够去，他画了又怎么样？我跟你讲，因为钓鱼台现在已经中国大陆实质掌控，黄岩岛跟仁爱礁已经中国大陆实质掌控，而中美之间又开始关系转好，所以这两国有非常强烈的战略焦虑，要再找一个事端，而这个事端可能会把台湾两岸关系都牵扯进来，那会制造成一个，你看。这又不是你的领海，又不是你的海域，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你不是一个大国霸凌的那种媒体跟西方媒体的叙事跟宣传？我觉得最后的后面的目的不是单纯只是一个法律或者是渔业的这么简单，而我们民进党政府却把它好像跟自己无关，当然完全关系非常密切。好吧，海巡署被骂以后呢，他现在说，只要侵犯我们的主权，我们也会驱离，派船去护渔哦，早就该这样做。昨天海巡署还推给外交部，说这是外交部的事，海巡署不管哈。那被骂了以后呢，先生我们去护渔。不过大陆外交部这个发言人讲的话，大家仔细看哈，他说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最早的时候，大陆不这样讲的哦，大陆说法是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记得吗？那时候我问那大陆呢？我问大陆怎样呢？我一直强调说大陆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后来他们才改口说。这个台湾跟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至少我们不是要讲对等吗？只有我是一部分，那你是不是一部分呢？好，那另外呢，他现在讲了，他没有说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哦，他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看到没有？中华民，他现在就觉得这个反正你说是你的，对不对？我说是我的，好吧，不要吵了。中华民族你不能否认吧？你真的是南岛人吗？你真的是菲律宾南岛人吗？所以呢，他这边讲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比较少看到用这样的用语在这样的事物上，这值得来观察。休息再回来。你换一个轮胎多少钱？我昨天才换，4个轮胎都换。我的4个，不是我那天说这个车子压力有一点低。到轮胎，然后轮胎还说你前面都磨光了哦，他不止轮胎，后来跟我讲说连那个架轮胎那个架子都松了，所以轮胎就比较不稳哈。那我换到一个1万多块，一个轮胎1万多，4个大概5万多，一颗要51万，这什么轮胎啊？哦，国安局说因为是总统坐车的轮胎，所以这个规格是特别的规格，而且呢厂商只有独家能做，不是大家都能做这个轮胎的哦。那因为什么总统也怕车子万一爆胎的危险嘛？爆胎的确危险啊，尤其前轮如果爆胎的话，我们通常是前轮如果磨坏了，有些他就把你移到后轮去，把后轮比较好的轮移到前轮，或是前轮换新的啊，但后轮有时候还可以勉强，因为前轮最危险啊。那另外就怕万一车子人家打你的车，瞄准轮胎打，那你车子可能会翻啊。所以呢，这个一颗轮胎51万。国安局说，因为原物料上涨啊，最近伊朗在打仗，不知道吗？
油价都涨啊，原物料涨啊，它本来这个特殊购就贵啊，哦，这除了车以外，另外呢，战车哦，总统的这个坐车跟战车 M1A2T 预算怎么增加48亿哎，哦，就立委就是什么交货才知道，哎，交货跟你讲说要多付钱，还有这种事情哦，那说呢，原来军方是想说，哎，汇率在动啊，来这个平衡它，就现在显然不行，所以马文君说这是先斩后奏嘛，要这个规避监督吗？本来想用汇差来弥补，不可能嘛，这是违法的，怎么用汇差来呢？哦，你汇差是怎么样，汇率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哦，所以呢，一个战车预算一下增了48亿，哦，所以呢，到底国防预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哦，那另外，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说，美台最棘手问题不是军售，不只是军售了，最重要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因为从跟我们断交后就没有联合演习了，他们最近不常联合演习吗？在这里联合演习，什么美国啊、菲律宾啊、日本啊、澳洲啊，什么联合演习，台湾有去吗？没有嘛，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真的要打，美军就算派来帮助你，怎么协同作战呢？这很麻烦的。不要说不同国家的军种协同作战，同一个国家陆海空怎么协同作战，都是很大的这个要求啊。那何况美国？所以呢，他认为这个协同作战能力恐怕变成台海战争的破口。我们看一下。结合标志性的水箱护照，2年前，随着总统赖清德上任，开始服役的黑色 BMW 760i Protection 要价新台币2700万元。具备顶级的安全防护与科技配备，最大优点是配置特殊防爆胎，即便遭到攻击破坏，仍能以80公里时速行驶脱困。现在国安局送进立院的预算书总算揭秘，这一颗轮胎报价54.7万，但问题来了，4年前这一颗只要35.3万。涨幅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高？是因为在今年它整个原物料整个上涨，整个数字啊，它提高也会影响到轮胎的价格。那防弹的轮胎啊，它的价格本来就高，连民党立委都说怎么会差这么多？因为单颗轮胎涨幅高达46%，但国安局强调不是福报。特勤中心的 BMW 跟奥迪防弹座车各一辆都是由防爆胎的专业厂商独家提供，区距专利、拆除设备及防护技术有别于一般市售轮胎，而且最终的举报金额是新台币407万2459元，等于一颗56.56万元，符合法规。没有浮边，单颗轮胎的涨幅如果高达46%的时候，照理说其他的单位应该也会有这么高的涨幅啦。好吧，洪威到底怎样？你看啊，这个画面是在立法院啊，国防外交委员会审预算。那今天提出这个预算，这实在是涨幅太高，怎么一下涨了46%？这个是民进党的委员，而且一听哇，这样折合一个轮胎是51万哈，这也是民进党的委员。那一个轮胎51万，其实等于一台车的价钱。那大家一定会知道，要知道说，这个轮胎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有什么特殊功能？它这个说所谓的防爆轮胎，而且呢是装在这个总统的座车上啊。那总统座车刚才有那个就是介绍，就是先用那个BMW 是大概2700万，这也比很多 BMW 都要贵啊。其实基本上哦，基于对国家元首的安全的考量哈，那这个轮胎的预算比较贵，或者坐车的预算比较贵，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意见，只是哈前2天刚刚发生，就是那个出教机啊 T34的出教机的失事，一下子我们2个非常资深优秀的飞官啊丧命罹难，那后来大家才知道。我们这 T34出教机，它的服役年限达到41年，然后国防部还告诉你还可以用哦，它可以到2033年，还有7年，对，还有7年，而且还有很多国家在用哈，这个服役已经超过40年了，而且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它没有弹跳座椅，好，完全没有弹跳座椅，那而且也没有黑盒子，所以我觉得把这2件事比较起来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我直接说，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元首的命很珍贵，元首的安全很重要，所以花这个钱，委员啊，立法委员，不管是就即便是民进党的委员，也都会做质疑啊，这都是尽忠职守。可是
不能把它给那西北料啊。好，就是说你今天作为初教，什么叫初教机？就是初步教练，就是这个，尤其这些飞行员开始在训练的。那只是那天不晓得为什么2个飞行时数都超过2100个小时的这个飞官全部都在上面。那如果你今天告诉我哈，我自己身为人母啊，你今天告诉我一个已经飞41年的飞机，你还不给他汰换，还没有这个他的那个弹跳座椅，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我为人母，我今天要把孩子送到那个队伍里面，让他去做飞官，我是希望他能报效国家，我不是让他去玩命，不是让他去送命的。所以我觉得这2项事件一比较下来，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民进党政府，本于爱护总统、爱护元首的心情，同样的去对待我们的国防预算。我们一直在讲，国防预算该花就要花。如果今天我们要花1.25兆的本来提出来1.25兆的特别预算，1年现在公务预算将近1兆的这个国防预算，以后还要把它拉高到就是相当于 GDP 的5%，但是你继续告诉我这个没有这个弹跳座椅的这个初教机，继续要让他继续服役7年，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了。麦令涛，其实我们看到过去的刚才黄伟委员提到那个高教机的这个编列预算，直至现在的军费里面，针对它的弹跳系统，我们每次都在讲，不管是 T-34它螺旋桨，还是后来的这个喷射机，通通弹跳系统都还没编进去。所以这到底在干嘛？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国防部都说会紧急优先处理我们国军的安全，甚至我看到民进党委员都讲说，我们一天到晚要买这么先进的武器，可不可以先照顾一下我们自己国军的安全？这到现在都还没有编，那到底民进党在干嘛嘛？然后再来我要讲就是讲那防爆胎不是不能增长，因为通货膨胀。他讲，但是增加46%，连民进党立委自己都不能接受，好像他在看台积电涨幅，就说这个金额到底合不合理？然后进一步在讨论什么？刚才在国防委员会讨论什么？讨论在去年 N1A2T 的这笔预算从405亿一下膨胀到453亿，这钱里面看到国防部偷签发价书，现在的国防部之前被我们抓到很多的这绿油油自己去经济部偷登记这个枪炮弹药军火做军火生意也就罢了，现在竟然连我们国防部在签这笔预算都可以史上最强坦克的这笔预算，还可以偷签发价书，然后被抓到。才发现其中的 M1070的重型拖车，本来立法院都已经决定，因为太贵了，我们缓购。然后呢 ，M88A2 我们移至其他的专案，让这个预算可以符合现在立法院的常规。结果他竟然偷偷把它复购。结果国防部说明的时候还讲说，哎呀，因为之前那个汇差曾经美元是27块，谁知道它涨到31.5，本来那个汇差我们偷签买一买，没人会发现。哇塞，哪有可能现在民进党政府这样来做常规预算的？那我必须要再补充因为国防部已经讲这是严重的行政瑕疵了。过去在2天在讨论的无人机442亿。我就问嘛，1.25兆的这个国防特别条例从去年10月开始讨论的，到现在为什么蓝白的立委跟你要这份资料，一下子是1页的前瞻预算，然后其他讲说，哎呀有啦，有很多页啦，可是在机密预算，可是还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东吹事情才交出来。到底你从去年编的1.25兆是浮编的，这是全民的感受嘛？那最后我真的要回应一下刚才戴伟山我们大家都知道啦，领海的海里不是6海里，是12海里啦。你刚才讲6海里，6到12海里，12海里。我先讲12海里。第二个呢，为什么大家会生气？因为我们的国家第一时间讲的，竟然不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的协议去做讨论，先骂中共，先骂中共。明明是日本跟菲律宾的事情，骂中共干嘛？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试图用主权的事情去
去转移焦点，大家关心的渔权的问题。渔权，我们的渔权呢？他想要吃我们的渔权，这是中国长期在做的事情啊。更可笑是说，那所以你就应该也要一起来跟台湾一样，我们捍卫我们中华民国的领海，捍卫我们的经济海域啊！正是坐在我对面的杨永明教授当时候去签的。你们民进党还好意思是说，哎呀，这2个协议都没有动啊？你看我们台日还渔业协议还是很棒啊，我们的台北执法还是很棒啊。抱歉哦，这2件事情马政府时代签的，是我对面这位教授签的，不要在那边胡乱啊！台非的这个协议跟台湾没有关系，他们再重申，所以不要再欧流 C 斗。好，谢谢再回来。